时候，在台湾内部很多人讲，在中美大对抗的时候，你干嘛选边？选边对台湾有什么好处？而且呢，你总是会被美国卖掉，所以我们就不要选边，我们两边交好。你说不可能，看看韩国的例子就知道，如果你现在真的不选边的话，你要两边讨好，你等于说两边讨好，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最后是两面不是人。对，没错。像韩国目前为止来说，在中美贸易大战、科技大战里面，相对比较尴尬。因为什么？因为他就是说，我不要选边了，不要选边了，就是这样，被两边都打。很简单，为什么这样说？你看，现在李在明现在不是已经发动了这个弹劾了这个尹锡悦，对不对？就那这个李在明，因为他被人家认为说你比较亲中，就比较亲中的时候，你知道美国不爽。为什么美国不爽？那他第一次的这个弹劾文里面，他有这一段文章，就因为我们讲为什么弹劾尹锡悦？因为你跟北韩、中国还有俄罗斯对立，然后用所谓价值外交，没有平衡地缘政治，然后坚持以日本为中心的怪异外交，真的怪异外交政策，就没有这几个字惹毛了老美。老美不高兴，老美就跟他说：“你李在明，你讲这个所谓以日本为中心的怪异外交是什么意思啊？你是指责我们尹锡悦要跟我们美日同盟啊？你现在讲的，你不是指责美国的意思吗？”就他马上就跟他讨论之后，他就把第二次谈论文就把这个拿掉，就拿掉之后，宝杰知道中国来了，中国生气了，你李在明，你这个你不是要跟我们这样子，你要弹劾文要更写出这段文章，就你干嘛拿掉？所以他现在反而李在明被美国修理之后，中国也来质问你到底怎么一回事啊？所以大家事实上，我只是讲说。我现在不要跟北韩对立，我不要跟俄罗斯对立，我不要跟中国对立，我不要去注意这个地缘政治这个利益。对，我光是讲，美国就火大了。对，美国火大说你是不是要这个？等于说你是间接指责我美日韩的同盟。对，所以是你等于一个用词不小心，美国就来了。对，所以现在这样，美国现在很担心什么？美国现在担心尹锡悦下来之后，李在明上台啊？为什么？你看，事实上这几天的时候，美国的这个前首席的这个国务助理国务卿他说什么？如果你回顾弹劾议文，你会发现到弹劾决议中有一段直接攻击尹锡悦与日本和美国建立三面伙伴关系，这令人非常的不安。所以呢，美国就直接这样讲，他说那个是令人不安的。对，然后美国还有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这个肯尼斯说，令人不安的是，如果反对派按照反美反日议程参选，他就会朝向朝鲜发出有关于团结的这个令人不安的信息，然后另外会向中国发出有关于团结的这个令人不安的信息。坦率的说，这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发出了令人不安的信号。如果尹锡悦被弹劾，韩国可能会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是可能会倒向中国或是倒向北韩。对，这个会让川普非常的不开心。所以你就知道说，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哈，你看他们甚至还说什么，这是美国人说了，在我记忆里，尹锡悦执政是韩美同盟关系最有成效的时期之一啊。所以也就是说了，他们现在直接美国人是不希望尹锡悦被弹劾，对，可能没办法挽回，但是他更不希望说李在明上来。如果你要转变你的国家政策的时候，我可能会对你开刀的这个可能性。而且刚才讲到李维亚的这篇文章，也就是特别谈到你回顾弹劾的决议，发现弹劾决议里面直接攻击尹锡悦跟日本、美国建立的三边伙伴关系。对，他说这是令人非常不安。对，谁写的？VOA 写的。对，美国之音写的。美国之音哪有那么无聊，特别去访问他，然后把这个李在明的弹劾文一字一句的拿出来，直接的来编完了以后，李在明就把那个给拿掉了。对，所以当然了，我跟他讲，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韩国就变成南韩就变成是中国跟美国在争夺一个非常重要的棋子。为什么？因为简单嘛，因为日本就要美国就要建立美日韩三边关系来对抗北韩、中国还有朝鲜这三边嘛。就如果假设今天尹锡悦是牢牢站在这一边，假设未来李在明上台之后，我跟你讲，这个同盟绝对会消失哦，因为李在明是尖对反日嘛，他没有反美，但他反日嘛，日本绝对不会跟他往来嘛。原本明年春天的时候呢，这个石破茂要去韩国访问，现在他也不去了。所以现在看起来的话，如果李在明上来的时候，韩国跟日本这个瓦解的时候，这不是就中国最愿意看到的事情吗？所以来跟你讲，目前为止来说，韩国的政情，你说美国出手了，当然美国会出手，所以我就跟他讲，实际上接下来的韩国政情会会有一连串的这个震荡，就即使是李在明上台的时候，美国会对他怎么想？美国会在后面怎么搞他？我觉得这都是后续韩国政情可能会持续不安定的这个原因之一啊。好，所以体会刚才讲的是，现在没有想的，我们都没有注意到哦。弹劾尹锡悦的文章里面，居然我当然要弹劾你，我要发表檄文，檄文里面你有罪状，罪状里面就是你不是地缘政治的敏感，你直接跟日本太交好，你建立了一个美国、日本、韩国的军事同盟，你等于是得罪了北韩，得罪了俄罗斯，得罪了中国，就这个东西被 VOA 也就是美国之音拿来大做文章，你说这个动作已经确定了。
韩国已经不被美国信任。如果韩国不被美国信任，有2个非常可怕的事：第一个，你在军事安全上；第二个是，你就会被踢出整个金元的联盟了。应该是这么讲了，尹锡悦本来是亲美的政权，对不对？但是亲美政权，美国在跟他交往过程当中，最后你搞了一个戒严东西，让我们美国骑虎难下。当然，现在美国把尹锡悦丢包，但是问题是你的在野党李在明呢？李在明你竟然讲出这种话。讲出说这个什么会影响到跟北韩、跟这个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你这种话等于是什么？跟美国看在眼里、听在眼里，你就是反美的嘛，你不用讲太多。事实上来讲的话，美国应该也把李在明打回票了，打回票，也就是说代表说这个我应该也不太信任他，而且就算是要以后他有任何有可能性来讲的话，我还是要去观察他。所以你看到现在你曾经提了一个鸠山由纪夫的例子，他说鸠山由纪夫在日本政坛里面也是反美的，反美了以后，他当时本来说我要把驻日本的美军给推出去，最后鸠山由纪夫被搞下台了，谁搞他的？就是美国搞他的，没有错，因为是2008年那时候，日本自民党丢掉政权，然后呢，民主党上台之后呢，他第一任的首相就是鸠山由纪夫。那鸠山由纪夫那时候呢，就讲说要把这个美军从 Okinawa 赶出去，那还得了？这对美国来讲的话，你只要把我势力赶出去，所以这样发动倒阁，你知道吗？后来整个鸠山由纪夫那是美军发动的，对。就背后来讲，就因为很多的议员都是跟美国关系不错嘛，对不对？发动倒阁很简单嘛，就把它弄下来。那这个民主党后来再弄了一个首相上去了，但是呢，已经对美国来讲，美国已经对他不是信任了。所以现在你看到，你仔细去看美国现在国务院讲什么话，他们说现在要跟韩德洙现在这个总理啊做代理总统来合作。这个韩德洙其实是75岁了，已经很老了，但是75岁，对，但是他是无党籍，你知道吗？无党籍什么意思呢？所以说他其实也不会偏尹锡悦这边，也不会偏李在明那边，所以现在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无党籍，但是他以前在卢武铉的时候也做过官员，但这一号人物呢，他就是说我紧密要跟美国站在一起，就强化美韩同盟关系。所以现在美国的国务院就已经直接点名了，把他3个字写出来哦，这个韩德洙我要跟他合作。所以现在美国先暂时了，也不会说我跟李在明这边的政党合作，或是看好李在明未来有可能会取得政权。显然，什么事情呢？就是说美国他希望你韩国还是站在我美国这边，但是当你如果说今天有2心，今天想说还要跟这个采取什么 hedging policy， 就是所谓的避险策略，一方面想要跟那边好，一方面跟那边好，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他很明确的告诉你，你一定要站在我这边，因为你是美日韩同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要角。好，那国政。我们看到了，现在韩国的朝鲜日报，甚至韩国的中央日报，对韩国目前的处境非常焦虑。他们现在讲有一个标题哦，这个标题什么？韩国的中央日报讲，再过10年，我们恐怕要消失了。为什么讲说他们恐怕要消失了？因为他们说，过去在搞半导体战，我们在中国搞半导体战，都是等于是韩国厂商，是韩国要透过在中国半导体上面，我们要去卖东西的。就他说我们现在去了以后。都是中国厂商，然后呢，中国厂商比我们还低价，所以他现在有2个问题是：第一个，在所谓成熟制程里面，中国一直在帮我低价，一直在抢我的市场；在高阶制程上面，美国已经不相信我了，美国要把我踢开了。在成熟制程方面，尤其是DRAM，韩国最大的生产基地是在韩国，第2大生产基地在中国，所以它扶植了很多什么中国自己的DRAM人才，还有设备业者。所以今年3月的时候，韩国设备业者自己跑去中国参展的时候，看到一件事情吓一跳。本来以为上海展都是韩国的产品，结果发现现场已经都是中国品牌了。你知道吗？它不只会做DRAM，会打折，现在它连设备都开始做了。所以如果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成熟制程它会追上来，DRAM会被杀价，竞争被它取代。后面连设备都被取代，到时候中国是规划旁移，10年后。韩国的DRAM产业成熟这一块恐怕就要消失没了，因为它太轻松了，它把重心放在中国。难怪韩国半导体的老板讲，再过10年我们就要消失了。对，那在高阶制程，尤其 AI 这一块，有一件事情就非常明显。黄仁勋的回答，那时候在台北国际电脑展的时候，朝鲜日报跑来问黄仁勋说：“我们的海力士跟三星是你的伙伴吗？”其实那时候黄仁勋在台湾公布台湾队有这么多的伙伴，你看这张图是台湾队。
可是他谈到三星跟海力士的时候，其实我们只是记忆体的合作伙伴。仅此而已。其实这句话非常的冷，也就是台湾有 AI 完整的生态链，但是三星跟 SK 海力士，你只是单一的记忆体合作伙伴。对，台湾跟它是紧紧绑在一起了。那为什么发现这件事情呢？其实故事要从13年前就要开始了，连海力士所谓的跟 NVIDIA 黄仁勋合作的 HBM。其实都是台积电帮忙的，而且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是刻意派着蒋尚义，那时候负责研发的人跑到韩国去，那是2011年的冬天呢。韩国的街头突然是出现一群神秘的工程师，鱼贯进入海力士的总部。这不是海力士的员工，而是研发6期，是有2个人，其中一个带队的是蒋尚义，2个骑士带了台积电研发人员，刻意选择去海力士研究，这是一场秘密计划。双方那时候台积电没有记忆体，但是海力士没有逻辑，所以他们2个都想要怎样打败三星。所以从那一年开始，每年的冬天、夏天，双方都派团队互相访问。所以我们看到现在 AI 有所谓的铁三角 ，AI 的铁三角就是 NVIDIA、台积电以及SK 海力士，等于说这个宽屏记忆体，就搞了半天，台积电跟宽屏记忆体这个所谓的封装。是在13年前就合作的，对，而且是台积电每年都派20个团队，到现在还在服务。现在是副共同营运长侯永清接棒，是台积电把它视为非常重要。海力士这个 HBM 后来做了9成，其实远胜过海力士，是台积电贡献的。那时候台积电董事长为什么选择跟他合作吗？跟台积电现在张忠谋的一个自传也提到这个故事。那时候张忠谋受到三星创办人李建新的邀请，到韩国去见他，请他去参观韩国的第一机场。结果李建新的排场是什么？搞了跟中国的皇帝一样来建边疆的酋长，所以李建新是皇帝，张忠谋是什么？上对下，张忠谋是酋长。那时候韩国三星是怎样的公司？手机我很强，我有低链，我有面板，我还占有中国市场，他怎么会瞧得起台积电呢？所以他还告诉张忠谋什么？你知道吗？台湾不要做低链，不要做这些，你要跟我合作。你没有人才，你没有技术，没有资本。所以张忠谋就把这件事情记住了。对，技术是什么？人家是3年的合作。刚讲，如果你回过头来，13年前张忠谋曾经讲过一个，他们要组成一个台湾队，他们要对付谁？就是对付三星。当时形容三星说，三星是一个700磅的大猩猩，非常难以对付。但虽然难以对付，但是台湾还是要去对付。搞了半天，张忠谋不是嘴巴讲，不是讲说三星只是一个700磅的大猩猩，搞了半天就是第一个，我跟你的第2大的 SK 海力士合作；第2个就是我真的开始把整个台湾队组起来，那现在把三星打趴在地上了。所以路线决定了今天的结果。台积电选择跟 NVIDIA 跟海力士合作，紧紧的抓住 AI 的发展，没有想说沉迷在中国市场比较大，所以台湾今天才会这么成功嘛。也因为张忠谋知道技术是很重要，13年前就开始补技术，所以现在他反过来说什么？三星没有技术，三星高阶技术看不到未来，我们就可以这样下去。而且现在三星的市值只有台积电的1/3了。所以三星为什么落到今天，还不是当年有如皇帝一样这么般的自大，瞧不起台湾？好，所以吴总刚才讲这个世界政治一盘棋，你没有想到。今天在野党去弹劾这个尹锡悦的文章里面，居然让美国如此的不爽。现在美国也全力的盯着你，所以在这个中美大对抗的状况下，你想两面讨好，你这样游移两边的根本就不可能嘛。所以这个南韩最近出的尹锡悦这个事情哈，那大家搞得一头雾水的，整个是个大乌龙事件。乌龙事件搞得全世界大乱，所以你看中美之间为了这个事情，现在其实大家非常谨慎啊。那后面下个阶段。还有所谓的宪法法庭的问题啊，那美国的态度很明确嘛，美国不可能去放弃韩国，因为南韩本来就是美国的，在任何角度来看，就是它的基本地盘。对，所以他的总统一定要听美国人话。可我不听又怎样呢？那不听就把你干掉。会干掉吗？你放心啊，因为南韩有个特性，它有85%的这个 GDP 是来自于财团嘛，那85%的财团，所以每一个人当总统以后。都自然会跟财团互动，那你跟财团一互动的情况之下，就会有贪污的可能性。所以你看到每一个总统，不管他本人没有贪污，他的亲友或多或少都扯到跟金钱、跟受贿有关。对，所以搞得每一个人通通中箭下马，这是结构性的问题嘛。后面传出来的消息多离谱，多离谱啊！他说他准备要暗杀国会议员呢。对，大家什么消息都跑出来了。
所以这些韩国人他们根本在演韩剧一样啊，对，都敢干的，没有一个不敢干的事情。哎，尹锡悦真的什么都敢干的。对，你刚才不是讲的，他想杀他的议长，哎，他想要杀议会的议员，然后他要准备打仗打北朝鲜。你看这一次北朝鲜，你看到没有？到这2天开始讲话了，但是只锁定尹锡悦一个人。对。他也不敢去批评他的政府，也不敢批评他的议员。对呀，这个就是真的，您平常讲的，熊惊熊，熊惊无天流。这评价就熊哎，这个实在是，我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当过检察总长，对，他怎么会出手怎么会那么粗糙，而那么样的那种狠，怎么会那么带种的干这种事情？而看这个事情来讲的话，如果说按照目前的情况，让这个势头再缓一缓的话，搞不好他又回头继续干总统了。怎么可能？不，他就算继续干总统，你认为他能够做事吗？不能做了。所以啊，也是一个垃圾时间而已嘛。所以南韩的政局一直到尹锡悦这个整个政府下台，再重新崛起，还要花一段很长的时间。这个政府大概已经垮台了。那他的经济部什么也都跟着完蛋了吗？完蛋了，他是整个政局、啊，这也太悲惨了吧！在野党、执政党、政府、行政，他的可能公务系统，他的整个国家的军事系统，整个乱掉了嘛？那这都在抓、啊，参谋总长也可以抓，这个什么特战司令官也抓、啊。这乱成一团，这个已经乱成一团。那这个乱象啊，根本没有办法保护自己，更遑论什么区域安全，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